粉筆與荒野的對話，用黑板畫出一隻凝視孤獨的狼。骨骼與構圖，畫一隻狼，先不要急着畫滿細節，我們先在黑板上確定好大體的比例，不要畫得太大，差不多就好。從頭部的中心點開始，找準雙眼之間的距離與寬度，再順着鼻梁一路往下，抓出嘴巴與下巴的角度。畫畫就像是在混亂中建立次序。當你先把頭型、耳朵的輪廓，以及延伸到背部與胸膛的線條勾勒出來時，原本空無一物的黑板就有了結構的基底。光影與點睛，結構好了，我們來看光線。光從左側打過來，所以受光面的毛髮與耳沿會比較亮。接着我們從最關鍵的五官開始，先畫眼睛。黑板畫很有意思，傳統素描是靠鉛筆逐漸加深，而粉筆則是在黑色的底色上一層一層堆疊亮度。我們畫出眼眶，定出瞳孔，再點上一筆高光，那一瞬間，眼睛有了神采，整隻狼仿佛從漆黑的荒野中抬起頭，開始凝視着你。立體感與面貌，有了眼神，接着要塑造臉部的立體感，鼻梁、鼻頭像是一個帶有轉角的方塊，受光面發亮，轉折處則順着光線陷入暗影。嘴角與下唇的毛髮交錯，暗處不是死黑，而是帶着隱約的紋理。你會發現狼的面部花紋很有意思，額頭與兩頰的白毛展開來，就像戴了一頂帽子。這些自然演化出的結構，讓它在荒野中能夠掩護自己，也給了它一種天生的警覺和冷顏。毛髮與肌理，畫毛髮需要耐性，
像時鐘指針一樣，向外呈現扇形的散開，一層一層的堆疊。我們用手指輕輕擦出灰色的底色，再用筆尖拉出利落的亮的白毛，亮暗交界處的微小起伏，都是他經歷過的風霜。黑板的粉筆灰會隨着手擦拭而脫落，就像生命裡很多東西呢，無法永遠留存。但只要你在當下精準地抓住了毛髮的層次跟張力，那一刻警覺跟野性呢，就會永遠地記錄了下來。成品與生命的對話，調整到最後的邊緣跟光影，這隻狼就完成了。在黑色的背景裡，它只不過不是畫板上的一個圖案，而是一種佇立於荒野中的孤高與專注。畫畫是這樣，先用理性的幾何與結構去架構它，最後留下來的就是作品帶給你的平靜還有力量。我們下期再見。